在本次教学中，你将会制作一个好用的网页遥控器，简单就将看板画面切换至指定的行销页面或互动页面，让现场的管理者能根据现场需求一键快速搞定。在开始编辑美式餐厅看板前，你可以透过上方显示的网址下载我们提供的素材，我们也同时会将网址放在影片的说明区域。开始建立网页遥控器之前，我们先快速制作2个互动使用的页面，分别为1 Happy Hour 特价活动图片， 2 Happy Birthday 祝福影片，并让画面可以透过上支影片提到的 data 做连接，自由切换页面。将刚刚下载的素材上传到 Media 里，新增一个 Promotion Pages 的 Media Box， 延续使用上次的 Application， 新增2个 Canvas， 分别是 Happy Hour 和 Happy Birthday， 各新增一个 Image 跟 Video 的 Brick， 并在 Path 里汇入刚刚的素材。对于新增 Brick 不熟悉的，可以回去看这系列的第1支影片。完成互动页面的制作后，我们在这个段落会建立一个 Global Data， 它能透过 Canvas 名称比对的方式，将看板手动控制切换至指定的画面。首先建立一个 Global Data， 准备给控制页面切换使用。储存并返回到 Workspace， 进到上面页签的 Data Bank 里，新增一个 Data Bank， 并取名叫 Global Show Canvas。接着回到 Application， 进入编辑。新增一个 data 来跟刚刚的 Global Show Canvas 做连结，将这个 data 命名为 Show Canvas。到右侧 Remote Update 选 Use Global Data 这个 Bank Type， 代表可以跟外面的 Data Bank 做连结。在跳出来的 Link Global Data 选单选相对应的 Data Bank 名称。联动完成后，接着来设定如何触发切换画面的机制。接着我们会使用 Canvas Title Like 的功能来达成指定切换画面的效果。完成后，只要在 Global Data 中输入想切换的 Canvas 名称，就能直接切换到该名称的 Canvas。在右侧的 Event 里，点开 Update 这个触发动作，在下方选择 Change Canvas 这个 Action。意思是，一旦 Show Canvas 这个 data 被更新的时候 ，Application 就会自动进行切换画面的动作。在选单内会看到 Canvas ID 跟 Canvas Title Like 这2种选项。若今天只是想单纯切换到指定的 Canvas 画面，可以选择 Canvas ID， 但这次的画面切换需求是会根据输入的 Canvas 名称来做变化，因此我们在这边选 Canvas Title Like。Canvas Title Like 的意思是将后面输入的值与所有 Canvas 名称进行比对，系统就会将画面切换到名称相同的 Canvas 去。我们将 Canvas Title Like 设定为 Show Canvas 这个 data， 代表只要在外部 Data Bank 的 Global Show Canvas 输入某个 Canvas 名称，页面就会直接切换到那个名称的画面。点击左边的连结符号，选择自己的名称 Show Canvas， 取代手动输入，让以后若名称有变动时，就不用再重新手动输入设定一次了。储存，这样一来，如果之后在 Show Canvas 的值输入 Happy Birthday， 画面就会直接跳到 Happy Birthday 的页面。大致设定完成后，想要预览看变更效果，这边需要特别注意，因为有连接到 Data Bank， 因此预览画面要连接实体设备才能看到效果。将设备连接完成后，到 Show Canvas 的 Value 输入想要切换到的页面名称 Happy Hour， 成功显示。再试着输入 Happy Birthday， 也成功切换。这就代表 Data Bank 设定没问题咯。除了使用 Data Bank 直接输入文字的方式来控制画面， Bricks 还有提供网页遥控器的功能，能制作遥控器按钮，让使用者可以更方便一键切换画面。我们来制作一个遥控器吧。进入管理密钥，使用上支影片创建好的 key， 点开最右边的 Remote Controller，就会出现让你客制化遥控器的页面，将这个遥控器命名为 Diner Remote， 就会生成一个遥控器了。我们点击方框右上角，进入编辑遥控器的部分。左边的区域列出的是所有你有权限编辑这个遥控器的 Data Bank。因为我们刚刚在 Key 那边选 All， 所以这边的 Data Bank 就包含上支影片所建立的2个售价，以及刚刚新增的 Global Show Canvas。上面这排 icon 代表不同的控制属性，可以选择以不同形式的 Data Bank 来操控画面，像是能直接进行文字输入、变成按钮、改变颜色、下拉选单等功能。我们将 Price 1、Price 2选用文字输入，拉到右侧。
至于 Global Show Canvas 则是选用按钮拉到右侧，组成遥控器的内容物。这一个个按钮上，这边的小字是显示 Data Bank 目前在画面上的值，左边则是这个按钮的标题。以 Price One 来说，这就是它原本的价格 7.14 美元。中间的大方框是让我们待会在遥控器直接输入文字的区域。文字输入的方式是在生成的遥控器上可以直接打上文字进行修改，自由度比较高，但每次都要输入文字后才能送出。若在需要快速控制的情况下，可以做成按钮。按钮可以直接定义预设好的内容，按下就直接送出，最直觉快速。所以我们先在 Global Show Canvas 这边的大方框，根据刚刚 Canvas Title Like 的概念，填上 Menu Board 这个画面名称，储存。这样到时候在遥控器上，只要点选这个按钮，画面就会直接跳到 Menu Board 了。由于画面除了 Menu Board 之外，还有 Happy Hour 跟 Happy Birthday 这两个页面，因此这边再新增2个 Global Show Canvas 的按钮，并在遥控器上分别打上 Happy Hour 跟 Happy Birthday 这2个页面的名称。这样到时候就可以借由这3个 Global Show Canvas 的按钮自由切换页面咯。最后点选上方的分享符号，新增一个连结，可以选择这个连结能用到什么时候为止。中间会点出一个行事历，以及左边符号所代表的无期限使用。这边我们选无期限。会看到右边跑出一个连结，可以直接复制连结开启，或是点开右边的小图示，显示 QR Code 让装置扫描。我们用装置扫描 QR Code 进入连结，这时候我们的遥控器就完成了。遥控器完成后，来看看效果如何吧。点填上 Menu Board 的 Global Show Canvas 按钮，可以看到画面从原本的 Happy Birthday 变成 Menu Board。接着想要改变售价，在遥控器上的 Price One 输入 7.45 美元这个新价钱，按送出。也在 Price 2将售价改成 8.34 美元，会看到画面上的售价都能直接被更动。最后依序点 Happy Hour、Happy Birthday 的按钮，也会看到画面成功切换。这样就代表我们的遥控器设定成功了。恭喜你学会运用 Data Bank 来制作好用的遥控器。在下一部影片将会教你如何将我们的画面显示在拼接的多萤幕上，为店家看板添增吸睛的效果。